大家好，我们来聊一下最近肖战的新闻。肖战这半年以来呢，由于被众多黑粉诋毁攻击，导致资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商务方面还是杂志综艺方面，都几乎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半年的过去了，除了影视方面还好一些外，其他方面依旧是不容乐观。或许现在肖战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一个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回归的舞台。前段时间就有人爆料，肖战在10月份资源会爆发，但是如今已经过去了好多天了，除了过生日时闹得动静很大外，似乎也没什么后续了。直到近日呢，有网友爆料了我们的歌2的录制日期，并声称肖战会参与录制。之前呢，张艺兴和肖战互关，就有网友这么猜测了。当时网友猜测的是肖战会回归17，而且在关博之前宣传的简笔画当中也有很多符合肖战的讯息。上季肖战参加过这个节目，算是这个节目主咖以及招牌了，所以说这个爆料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肖战说不定会真的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这对肖战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意味着肖战除影视外，其他方面的资源也恢复了。肖战上一次参加综艺镜头全被剪掉了。肖战的这个生日虽然过得不太好，网络上遭受了很多攻击，但好在传出的消息都是好的，粉丝们在这几天里也背了不少锅，但好在官方电视台帮忙澄清，要不然不知道背锅到什么时候。他拥有超高的人气，但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资源，等到风波完全结束，肖战会比现在要好，爱他的人还会继续爱他，即使全网黑还会继续，他也一定有一群庞大的粉丝陪着。哪个当红的明星没有被黑过呢？肖战一定会更好的。10月5日呢是肖战的生日，各路明星好友呢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但由于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对肖战没有好感，尤其是二次元的小伙伴们，一旦有牵扯到肖战的事情就回避。海绵宝宝配音演员陈浩送祝福，作为海绵宝宝国语版的配音演员，陈浩的声音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欢，正是因为配音演员才能够给我们喜欢的动漫角色注入灵魂。因为得知肖战喜欢海绵宝宝，所以陈浩特地用海绵宝宝的声线录了一段视频，祝他生日快乐。看似很正常的生日祝福，却没想到受到了很多人的抵制。一夜之间，很多粉丝喜欢的陈浩老师被他们拉入了黑名单，只因为他祝了肖战生日快乐。这种饭圈文化的事件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不管是配音圈还是动漫圈，很多和娱乐圈联系不大的圈子都已经受到了伤害。千年与制作人是一款面向年轻女性用户的以恋爱为主题的角色扮演游戏，于2017年12月20日发行。游戏基于抽卡养成的玩法开展，玩家呢以女主角的身份负责经营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历经各种离奇事件，邂逅4个不同类型的男主角，并与他们培养感情。这款游戏呢一推出就受到了广大玩家的好评，在2020年改编成同名漫画。这次呢恋与制作人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周奇洛的配音演员边疆也同样给肖战送上了生日祝福。边疆工作上和肖战有过交集，所以认识肖战，本来朋友之间送个生日祝福也没什么问题，但喜欢边疆的粉丝们都纷纷表示房子塌了。而喜欢周奇洛这个人物的粉丝希望游戏官方可以给周奇洛换一个配音演员。除了边疆，此次受到攻击的还有配音演员乔诗雨，他也给肖战送上了生日祝福。乔诗雨给很多优秀的电视剧、动漫和游戏配过音，和边疆一样是配音圈的领头人物。此次给肖战庆祝生日的事件呢，无疑让整个配音圈都掀起了一阵风浪，惹怒二次元网友表示，二次元绝对不会像饭圈一样卑躬屈膝，大家不仅会精神撤资，还会物理撤资。很多人表示，二次元没有所谓的主子，不会无脑拥护自己喜欢的画手、配音演员等，
当自己喜欢的人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会立马认清现实。边疆这几年配音了《全职高手》《画江湖之不良人》《快把我哥带走》等优秀的国漫。乔世宇也是配音了《全职高手》《我家大师兄是个反派》等作品。对于喜欢二次元文化、讨厌肖战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抉择。但是以现在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和影响度来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二次元的圈子，使二次元文化上升到了饭圈文化。而这几年的饭圈文化乌烟瘴气，给每个圈子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不过对这件事的态度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看法，有人因为讨厌肖战而拉黑陈浩、边疆和乔世宇，也有人觉得配音演员和角色是分开的，还有人觉得这只是朋友之间的祝福，算不上什么。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才会产生分歧，但从这次牵连配音圈和二次元的程度来看，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希望二次元小伙伴们的圈子呢少出一些事情，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人将肖战推上了风口浪尖，造谣肖战粉丝乱涂乱画。然后呢，经电视台调查之后呢，发现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官媒呢一起转发澄清视频，看得出来结果就是非常重视。官媒呢连连转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平台施压，于是平台的惩治结果就出来了。28个账号受到了惩罚，其中还有一个账号多达200万粉丝。当然呢，平台禁言造谣者的账号肯定是出于一定的目的，不过呢，明显的惩治力度可能是不是太够。随着官媒的澄清呢，也算是给肖战粉丝一个清白。但是这件事情呢，远远没有结束。肖战粉丝证明了清白，但那些造谣者就没有人管了吗？当然不是。微博官方发布了一批惩治的名单，对发布相关不实消息的28个账号做出禁言15天的处罚。通过账号名单来看，这些账号呢都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其中呢还有一个账号将近300万的粉丝量，这应该就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尽管平台的处罚出现的很及时，明显力度还是比较轻的，不仅惩罚用户少，而且仅仅是禁言15天，这样的惩罚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多位造谣者呢受到了惩罚，其实怎么说呢，一直以来肖战和肖战粉丝都应该承受的不应该承受的舆论压力，这些舆论压力呢往往是别有用心的人违规加上去的。不管和肖战和粉丝做什么事情，总会受到一部分人的舆论攻击，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应该去整治一下。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肖战和肖战粉丝，更是为了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呢并不是法外之地，造谣者呢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除此之外，有很多人质疑重庆卫视的一些视频，觉得重庆卫视的视频当中有一些只是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一些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些认为在拍这个视频之前呢其实是写了一定的脚本，会根据脚本进行拍。但是呢在现场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视频，我觉得有很多人确实是追星的粉丝，但有很多人可能只是来凑热闹的，来看一看的，可能看到肖战，然后对肖战比较有印象，因为之前拍过《陈情令》，加上有这么多人，他们就是再看一看，并没有说是故意的，或者是想要怎么着的。还有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受到这种粉丝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受到出于自发的想图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涂鸦。所以说真实的肖战粉丝所参与的这种涂鸦活动其实可能真的是非常有限，但是呢在网络上经过一放大，或者是把局部的这种不好的点放大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是罪无可赦，或者是觉得影响非常不好，然后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不停的去贬低或者是抵制这些人。当然呢有人会质疑电视台，还有人说这个天天新闻630根本重庆本地人没有人看。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观点吧，不能因为这些观点就拿着这个东西当枪使，不停的用这个作为你的证据来不停的说或者怎么。毕竟呢我们没有实际统计过现场到底是有多少的真正的粉丝，同时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路人，又有多少是写了肖战的名字。当然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
在现场确实是有人喊了肖战的名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确实是在等无人机的一个给肖战做怎么说摆字，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所取消了，这两点是有的。其他的点我觉得可能是网络上现在观点各个不一吧，就各种各样的观点不一，然后现在造成了一定的话题度。好，今天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